那你不妨听听看呀。你用你的金额入股同宇，全额抵押给同事，不分文不取。我答应你2年之内把中视所有的股份都一并还给你。另外，我再送你一份礼物，同宇30%的股份。你觉得够诱人吗？之前你不是说要给我一半吗？可是你没答应，你错过了。耍我呢？这个就是今天的价格，这是我刚拟出来的，已经签好了字，盖好了章。你拿过去签个字，盖了章给我。我今天所说的一切都作数。要是你不答应，可能下次连30%都没有。拿一个破楼的项目来跟我换刚刚买走了7家公司的金河，你疯了，还是我疯了？那要看你把自己当什么。我给你24小时的时间，好好考虑清楚。我随时欢迎你过来找我。童总，合同签了吗？他没有签，但是我能看出来，清洁他非常想签。季总，啊，我可以确定通宇这个事情，一定是他动了手脚。不过咱非得整这么全吗？万一他要是签了呢？但合作我是认真的，只是一天一个价格，我是在逗他。1年过去了，咱们这个小对手长进了不少，你不给他点紧迫感，他怎么会露出破绽？还有，金河股份置换的事情，他做不了主。从现在开始，找人24小时帮我盯紧他，我倒要看看是谁给他钱用。知道了。哎，啊，这么晚了，不用去公司了，送我回家吧。咱这不就是回家的路吗？前面拐2个红绿灯到了。我先睡一会儿，等一下到了叫我一声。好嘞。对不起，您拨。哎，送你们家童总回来啊？太离谱！是啊，我刚把他送回来，但是我发现他没带门卡，我回来给他送，打电话也不接，家里也没有人，他没有门卡能上门。他回来多久了？也就10分钟吧。你亲眼看到他回来的？我掉头的时候亲眼看见他上门。那就没什么事了。估计他发现自己没带门卡，然后知道我马上就回来了，然后就没给你打电话。门卡先给我吧。
他应该就在附近。你走的时候帮我看一眼，他如果在附近的话，给我打个电话。行，那我院里转转。好，啊。哎，林医生，我们童总不能出什么事儿吧？我刚才回来的时候在青年部，这不已经在家旁边了吗？他以为在公司那儿呢。没事儿，估计最近忙的吧，他也没休息好。放心吧，你先去忙，然后看到他给我打个电话。行，反正你在这儿我也放心了。好，啊，那他要回来也给我来个信儿。好，放心吧。好，谢谢你。水浩，我找不到家了。知道你还没有睡，起来把药吃了吧。要聊一聊吗？我还能清醒多久？虽然一定程度上已经出现了记忆认识、空间定向、情绪控制方面的障碍，但是你的语言交流、思维逻辑，目前看都是正常。当然，这不排除是你30年来诡辩锻炼出来，这样也说明你的病情发展的相对缓慢，所以你要有信心啊。可是通野的周期至少还需要8个月，我需要最好的药，还有医治病情最好的办法。那你8个月之后怎么办？你没有那么长的假期吧？阮律师，同事上次的赔偿合同你这儿还有吗？出什么事了吗？调查呢已经结束了，结果这2天就会公布。反正赔偿是早晚的事情。同事那边呢要求说快点结束这个案子，我也想赶紧把资料整理出来。合同我已经删除了，程主任那儿应该还有，你去问他要一下吧。好的。
通宇我们不见了，我不管调查结果是什么，只要戴金杰还在这里，通宇就永远停工。我只要你看好同事，这个总可以做到吧？你明明知道他是来抢同事的，还要我拱手相让，我做不到。你难道看不出来？我现在做的一切就是为了保住同事吗？我答应他和他一起建成通宇工程，承诺他应得的，就是为了让他亲手拦下他所造成的一切危机。我必须要让他看到我的诚意。我会找一个适当的时间，告诉他我建造通宇工程的初衷是什么。只有他心中的恨化解了，这一切才能够真正的结束。你别做梦。我们谁都回不去了。我要是你妈，我也不会同意啊。戴金杰参股通宇工程，表面看是没有问题，但一旦同时抵押在中视的2成股份出现问题，不光是通宇工程，到时候恐怕就连同事都不由得你做主了。你再想顾全大局，也得想想自己的处境吧。我就是想太多了。我想给所有人一个满意的交代，才会错过最好的时间。我没有想到事情会弄成这样，不过还好，季东已经发现他跟谁联系了，只要我可以把握住这次机会，也许可以有转机。我知道，你想利用通宇工程的利益捆绑戴金杰，让他跟你站在同一条战线上，可他终究是一个不受控的人，更何况，恐怕他想要的更多吧。如果我现在推开他，恐怕就再没有机会化解我们之间的矛盾了。所以不管多危险，我都想试一下。你知道我说的是阮半军。之前我去找多多的时候，我亲眼看见他坐在戴金杰车里，我当时也不知道什么情况，就没跟你说。我怕你冲动。你和多多和好了？你就当我没说。我想好了，我入股通宇，但是我不会拿金河作为抵押，因为我没那么傻。说吧，你想要开什么条件？投资，按工程项目的地价来投资，该多少钱，我给多少钱。工程事故之后，对最后的结果一定会造成影响。这么快就想跟我共进退了，你不怕后悔吗？怕，当然怕。所以我已经替你想好了怎么来弥补我。我洗耳恭听。我只出30%的钱，但是要占到50%的比例。合作愉快。你真的要和童卓瑶合作吗？我原本是想拿通宇的工程来拖垮他，但没想到他会变通，主动
动过来要跟我合作。那既然都这么唾手可得了，我为什么还要把清河给搭进去？可佟卓瑶不一定会答应你的条件。为什么呢？如果通宇的工程陷入了僵持状态，他怎么跟股东们交代？这倒未必吧。我可听说股东们这2天都在为通宇度过危机松了口气，都安心的在等着分一杯羹。老实说啊，要不是不甘心想多赚点养老钱，我也一样，可能在家就等着数钱了。数什么钱？数他给你们那点施舍是吗？这就是你们想要的。如果他答应我的条件，我一步就可以跟他平分秋色。下一步，通宇就是我的。再下一步，你懂的。佟卓瑶也不是吃素的吧？当然。但是他抵押在中视的股份，合同到期了还不上怎么办？怎么办？金河就能趁机吞掉佟氏。何必把话说得那么白呢？我只是想要让那些股东们看一看，是他有能力，还是我有能力？没错，项目合作案也是比较常见的类型，所以我们必须要注意的就是利益配比，还有回收的时间，还有要注意的就是很有可能引起违约的情况，我们都要考虑进去。阮律师想得很周到啊，我们的法务工作就是要细致，不能有半点的纰漏。程律师是这样啊，您看啊，因为那个回收的时间，如果这样的话，今天约你出来，是因为我有事要请你帮忙。当然，你可以嘲笑我、骂我，甚至打还那2巴掌，我都可以接受。但是，如果你能够既往不咎，那我林露云一定回报。我今天之所以会来，是因为您上次还有话没说完。我希望现在把之前所有的事情做个了结。您请我帮忙的事情，连同事都解决不了，恐怕我也爱莫能助。是，你说的很对，但是现在卓瑶只听你的，否则我也不会出来求你。我可以答应你任何要求，我只希望你能够劝他，无论如何都不要和戴静杰合作。他要和静杰合作？是，卓瑶要和他一起合作开发通宇，马上就要签合同了。可是你知道，戴静杰因为终老遗产的事情恨透了卓瑶，而且他一回来，通宇就一团乱。他还假惺惺地说要合作，他分明就是想借着这个机会彻底搞垮通氏。这么显而易见的事情，他不可能想不到。所以，他就是鬼迷心窍了。他明明知道工程事故和戴静杰有关，他就是不肯彻查事故原因，匆匆善后，马上就要复工。他建好通宇就是……他这么坚持，肯定是有他的用意的。我是个外人，
也帮不上什么忙。抱歉，董。我知道你是在怪我，怪我拆散了你们，可是卓瑶没有错呀。更何况，戴静杰之所以这么恨他，有几分也是因为你，不是吗？你现在就要撇清关系，你不觉得你太绝情吗？情分呢，是两个人之间的牵绊。1年前，多谢您替他打那一巴掌，彻底了断了我们之间的感情。希望他一切顺利，也希望您保重。如果他是为了你呢？他这么匆忙把通宇建好，是因为他要离开童氏。他不承认，但是我知道，他就是为了你。他要带你离开，就像当年带走欧妃一样。冉曼君，如果他心里真的没有你，你以为我会气得打你？这1年多以来，他过得一点都不好。忙的时候，他干脆睡在办公室；闲下来，我常常看他拿着你的照片，一个人偷偷的流泪。他不在你身边，可是这1年多，他打给沐琛的电话比过去20年还多。他不在你身边，可是只要你一有事情，他马上可以放弃一切，不管不顾。你就是这么回报他吗？他就自动在那说话了。然后呢，你把这个给他们都使用一下，感受一下，好吗？我先过去一下，那边还有客人。你说这皇太后啊，还真会打如意算盘。当时觉得你是个麻烦吧，给你2巴掌，叫你滚远了。现在呢，觉得你有用了，又苦哈哈的上门打什么苦情牌，求你原谅。合着他以为别人都是为他们童家而生的。可是为什么卓瑶从来都没有跟我解释过呢？也许只要他说没有，我就会信。可是他从来都没有说过什么。他有什么可信的？他一边跟你信誓旦旦，一边又跟别人生了小孩儿。他有什么可解释的？他真的不接戴静姐电话，就不想问问他为什么和童卓瑶合作？对不起，您拨打的用户暂时……你看你吧，一听到童卓瑶有危险，你就心乱如麻。现在呢，戴静姐跑上门来献殷勤，你却避而不见。你心里爱谁，你难道不清楚吗？我只想要知道，卓瑶为什么要这样做。好，我帮您老人家，我现在就给袁振明打电话。慢走啊，我就不送了。拜拜，拜拜。拜拜。
在门口等啊，进去住吧。哎，别进去，怕你污染了我的店。明天呢，就在这儿贴一个告示，上面写着“原镇民与狗不得入内”。好，那我们去车上说。别，就这儿说。我只有一个问题：童卓瑶为什么要跟戴俊杰合作？李多多，你半年不见我，你主动打电话找我，就是为了问别人的事情是吗？说的没错。那我要亲口跟阮文君说。怎么进来的？你不关心女主人在门口等，你还不让我弄个房卡呀？房卡，来，我看看，给我。凭什么？什么凭什么？你凭什么在别人那儿吃了闭门羹，回来拿我撒气？你怎么知道？好奇怪，你怎么会知道？我问你呢。说话！阮文君下午出去了，是林露云找他。所以他不敢见我。我说你怎么就不明白呢？他心里根本就没有你，他只有童卓瑶。我告诉你，到最后你什么都得不到。混蛋！他明知道自己在冒险，为什么还要这么做呢？你说，要是戴俊杰突然中途反悔，单方面毁约，会不会出什么乱子啊？我只知道他想尽快把童宇建成，因为完成这个项目，他就可以离开童氏。好啊，你是不是跟皇太后串通一气？之前童卓瑶为了那个破童氏，伤透了别人的心，现在又假惺惺的说要走，谁信啊？反正就是不愿意相信我，我也没办法。说什么呢？没头没尾的，把话说清楚。多多，其实我也问过他，但他也不肯跟我说，总说没有时间，来不及了。我估计啊，他是后悔为了江山失去美人，怕时间长了夜长梦多，两个人关系渐行渐远。毕竟我是前车之鉴嘛。大概了解了，谢谢。听到了吗？曼君说他了解了，你的任务完成了，你可以走了。我都已经离婚了，你还要我怎么做？离婚？离婚和我有关系吗？你不是说了，你和我之间就是一场游戏，现在游戏结束了 ，Game over， 可以走了。多多，别碰我！就算你功成身退，行了吧？不愿意走是吧？好，那你杵这儿，走，曼君，我们走，走。你就一个人自己在这儿看店吧，走。其实我真的想不通，像戴俊杰这种有仇必报的人，他现在又说跟你重新开始，不会逗你玩吧？
怎么可能重新开始呢？不过你也不能让我眼看着他做危险的事情不管不顾吧？那他这次不会像之前一样，又要利用你对付佟竹瑶吧？我也不知道，不过我必须离竹瑶远一点。他这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呀？我也不清楚，不过只要我在他身边，我就能知道。刚好路过，我送你上班。好。有什么急事吗？没有，推销电话。你先说。有一家餐厅鱼不错，想问你，晚上要不要一起？好啊。下班我来接你。就这么愉快的决定。我把收条拿出来，罗娟居然说不是他自己写的，这都什么人呢？我们给的赔偿金比标准高了将近1倍，还不满足吗？再给他拿20万，还给啊？你去趟正清啊，让他们做一份保密合同，然后你跟程律师说，这个钱，他如果想拿的话，必须把合同签了。这无法不填了。哎，等一下，我自己去。干什么呢？没事吧？没事。西佳，你没事吧？我去下保洁。没关系。没事。西佳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我约了阮万军，没空，你也别搞什么小动作。公虎多时了，上车。曼君姐，找我有事儿，西佳？对呀，洋洋爽约了，我能跟你们一块儿吃饭吗？你们不介意我当电灯泡吧？今天可能实在是不太方便，改天吧。改天我请你们一起。我开玩笑的，是因为何瑞那份合同有问题，
我的意思是，我明天再给你吧。明天下班之前吧。哎，先走了。你知道我说的是软梦吗？之前我去找多多的时候，我亲眼看见他坐在戴静杰车里。我当时也不知道什么情况，就没跟你说，怕你冲动。怎么不做呀？请您赐座呀。哎呀，真是难为你了，还有心思开玩笑。没关系，你说。没关系，你接吧。你说，不重要。我先去洗手间。哎，钱你是不是拿到了？他老婆的赔偿金也拿到了，对吧？好，如果说你们对这种皆大欢喜的结局不太满意的话，那就给我滚蛋，滚出这个城市，懂吗？女士，请问你有什么需要吗？哦，手机忘了拿。好的。原来在这儿，我还到处找呢。没关系，给我送你心。不能用你的吗？都是你的。好吃吗？这儿的菜？还不错啊。我也觉得。佟周阳，开门！佟周阳，你能不能把药吃了？你这闹情绪啊！
你怎么对待她？你跟你的妈妈是怎么让她受得气，让她受的委屈？她明明应该得到幸福，你给过她吗？我告诉你，姓童的，如果你真的爱她，想给她幸福，你就给我放手。童卓瑶，卓瑶，卓瑶，你怎么了？你还记不记得我是谁？你没事吧？卓瑶，童瑶，你知不知道我是谁？医生，我的心好痛。我现在变成了名副其实的童先生了。我送你上去吧。不用了，自己上就好，回去吧。就一会儿。你这样，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你了。我们经历了很多，我确实也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你，就是放不下你。对，放不下。拥抱一下吧，好吗？好朋友，好朋友。晚安。你怎么来了？恭喜你啊！我不来的话，不就错过了刚刚那么浪漫温馨的一幕吗？你们两个没有观众的话，会很失落吧？我不想解释什么。对，你不用解释。是我太天真了。我一直以为我很了解我的朋友，心疼你为情所困，甚至因为你不能跟童卓瑶在一起而感到抱不平。就在刚刚，我还在帮你解释，希望你们可以和好如初。你就这么迫不及待地投入新的怀抱，这就是我认识的阮曼君。我看错你了。我就不明白了，你和谁在一起关他什么事？况且他什么情况都不知道，凭什么信口胡说？反过来我要说你了，你这是受委屈上瘾吗？干嘛不为自己辩解？我要是告诉他，不就等于宣告全世界了吗？等你以后查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，我得要亲手替你教训一下他。静杰不敢在我面前接电话，我拿他的手机，他都特别紧张。我明知道只要打开手机，就知道来电话的人是谁，可是我就是做不到。早就应该我跟你一起去的。希望能够赶在他们签合同之前，
搞清楚静姐要做什么。静 ，Daddy， 你在等人啊？啊？没有啊，我喝点酒，可能说话没说清楚。好，我方便进去说话吗？当然。这房子还不错，可是一个人住，好像空了点啊。习惯了。哎，Daddy，洁白最近怎么样啊？你一个人过来，他自己可以照顾自己吗？他还能怎么样？每天还是躲在屋里不肯出来，就连吃饭都懒得下楼。倒是啊，每天念叨着让你回去，所以这回我答应他，把你带回去。Daddy， 我怎么这脚下生根走不了了？当然没有，只是我现在走了的话，阮曼君就会怀疑我了，而且已经走到这一步了，我不想放弃，也不甘心啊。Daddy， 您不也是没有放弃吗？你还知道点什么？我知道同事不好对付，也知道您咽不下这口气，把我留在这儿吧，我还可以帮您做一些事。既然你要留下，那就帮我做点事情。你好，戴总在吗？不好意思，阮律师，戴总刚刚出去了。我可以进去等他吗？这恐怕算了，不用告诉他我来过。我已经给了你3个亿。当初我们的条件是我出钱，你出力。没错，是这么说的。但我们还说过，你不问过程，只要结果。可我看到的结果是，通宇已经复工，童卓瑶已经安全地度过了危机。至于我要的结果，那可是南辕北辙。我不跟你要回这3个亿，已经是仁至义尽。你现在还让我追加投资，这是不是天大的笑话？行，那我说的再清楚一点。通过这次事故，童卓瑶已经答应把通宇的1半股份给我，也就是说，从现在开始，你再给我追加2个亿。我就可以吃下童氏，明白了吗？你我之间的信任，是当你拿到股份的时候就彻底瓦解，因为到了那个时候，我们的目标不一致。叶叔叔，我花你多少，还你多少。年轻人要学会贪心。童家只有苦难重重，它才会越来越贬值。到时候，分毫可以拿到的东西，我凭什么再花2个亿去买呢？
孟总，这是我整个跟着戴永杰时候发现的。现在怎么办？要不合作的事还是算了。先把你找的人撤回来，不要被任何人发现。这个事情除了你和我以外，不能有第三个人知道。你帮我去找戴静杰，跟他说，我答应他所有的条件，但是合作一定要尽快。他们因利而聚，也自然会因利而散。爹地，事情比你想象的顺利，罗娟还没有拿到钱，自然有办法呀。阮曼君如果心里还有童卓瑶的话，他一定不会置之不理吧？通宇想要复工，没有那么容易。早。你是这里的律师？女士，请问您是要找律师吗？我要告同事，我要告他们的大老板童卓瑶。这位女士，你可能要换一家律师所了，我送您出去。他害死了我老公，他盖楼害死了人，还不赔钱，那我们过关我怎么活呀？洋洋，送他出去。女士，要不换一家律所好不好？来，这边。等一下，我姓阮，是这里的律师，跟我来吧。你是说，同事不但不肯出赔偿金，还要让你签赔偿协议？他们不知道从哪里弄来我签字的收据，非说我拿了赔偿金，还让我一起签一份保密协议，说我要是不签，要是告诉别人，就得把赔偿金退给他们。可是我根本没看见过那些钱，他们在这威胁我，不让我为自己讨回公道。我可以答应你，我不会让同事损失一分一毫。我现在就去拿钱堵住所有工人的嘴，可以吗？是他坚持要对工人家属进行先行赔付的，不签合同怎么能行啊？你确定没有收到钱吗？所有的银行账户都查过了吗？他们连盖楼的材料都是，哪会甘心把那些钱给我？这楼再盖下去，还不知道要死多少人，他们赔得起吗？罗女士，请您不要乱说话。我没有，俺家金娇死之前，好几个晚上都是半夜才回家，说是工地来了新的水泥沙子，多干能多挣点儿。他哪知道，就是那些东西要了他的命。那些东西还不知道会要多少人的命呢。不好意思，两位，我们戴总临时有个会议要开，恐怕你们要等一会儿了。什么叫临时有会？约好的10点，现在11点了，他不知道吗？这个我……麻烦你帮我跟他说一下，我在最后给他10分钟。谢谢了，慢走。
既然投资款暂时还不能完全到位，那么就按投资比例，我只能给你30%的股份。那我不接受，接受不了。投资款我可以按照合同后补，没问题。但是说好的50%，我也1分都不会让。你可以不签，没逼着你，我不在乎。喂，季东。有一天同事断了资金链的时候，你会跪着来求我的。你别欺人太甚。阮律师，您能进来？哎，阮律师，你不能进去。阮律师，戴总，人都已经进来了，去忙吧。合同签了。是这个吗？是为他来的吗？嗯？你不是说了吗？他现在只是一个陌生人。那你呢？你不是说过吗？我们要回到我们刚认识那一天。为什么还要处处针对他？针对他什么？工程事故已经害得他损失惨重了，你的目的还没有达到吗？你为什么不去问他呢？为什么来问我？是他想跟我合作的，是他告诉我通宇一定会建成了，为什么要问我呢？他要是说过什么，还会来找你吗？什么意思？他要是跟你说什么了，还过来找我呢？那他说什么了？死亡家属对赔偿有异议，会上诉。我要是你，一定会重新考虑一下是否继续合作。如果我不签，如果我告诉别人，就得把赔偿金退给他们。我根本没有见到过那些钱。是他想跟我合作的，是他告诉我通宇一定会建成了，为什么要问我呢？喂，阮律师，童勇已经回公司了，你找他。你们都骗我，啊？玩我呢？故意跟我签了合同，然后最后告诉我楼建不成了，是吗？去你！童总，可能是出事儿了。怎么了？刚才咱们在金河的时候，阮律师给我来了个电话，我接了。他应该是知道我们跟戴金杰在一起。然后呢？他应该去过金河，
因为后来给他回电话的时候是戴锦杰接的电话，特别生气的给我挂了。你现在马上再给他打个电话。我打了，打不通了。我有事情要问你。你连自己的手机都管不好，你还问什么呀？工程事故的钱，到底有没有赔？罗娟都去正清找律师了，你知道吗？我就知道罗娟不签合同一定会出事。所以确定是赔钱了，对吗？会不会中间出什么问题了？我们今后再跟你说一遍，我的事情不关你的事，你不要再管了，好吗？好，不关我的事。那我问你，为什么一定要建成通宇？就为了早点离开同事，对吗？你不觉得自己太自私了？我就是自私，我就是不管工人的性命安危，是一个唯利是图的商人，可以吗？你现在可以走了吗？好，我走。拿回去吧，我明天去金河取就可以了。阮小姐，这里面吧有误会。金河你就别再去了，你不知道。我不去的话，他更会以为我们合起伙来耍他。再出什么事，你刚刚说的，我们不知道什么？这个手机其实是童总交代我买的，他还特意吩咐说，千万不能再让你去泾河了。今天就是咱们碰上的时候，他就是担心你在泾河出事儿，正要去找你的。进来说吧。听了我想说的，恐怕你得求我留下来吧。好好说话。你猜我今天看见谁了？通宇事故死了的那个工人，金娇的老婆。他要起诉童卓瑶，我来就是要告诉你，通宇建不成了，你别想着跟同事合作。他真的要上诉吗？你心爱的阮梦君，连这个都不告诉你，他可对你真是一片真心啊！我也真是弄不明白，他明明那么关心你，却要说那么绝情的话，说他到底爱不爱你，还是有什么原因让他不能说明白呢？我也不知道，我也想不清楚，可能问题出在我这儿吧。不过，我的直觉还是想要相信他。你呢，再怎么装冷酷无情，都骗不了自己的心。是啊，我以为我恨他，恨到看到他我就会心痛。我也不想去想他，可是
我总是不自觉去担心他。不管怎么样，只要他平安无事就好。我觉得现在最危险的是戴静杰，因为你不知道他到底想干什么，而且我觉得他自己都不知道。所以我只能阻止卓瑶，可是他根本就不听。原谅你自己不是神好吗？你怎么可能阻止所有人都停下来呢？只能听天由命。让所有人都停下来。如果能让通宇停止施工，所有人不都停下来了吗？对不起，还是辜负你了。你真的想清楚了？那个罗娟要对付的可是童卓瑶啊！要不然我也不会辞职。你知不知道自己放弃的是什么？好不容易顺利的工作，还有您信任托付的事业，对不起，还是让您失望了。这还是那个拿工作当救命稻草的阮曼君吗？我只知道，卓瑶现在在赌气，而且赌上的是他自己。我也想赌一次，看看如果没有您的庇护，我能不能帮上他。你这一步跨出去，可就要直面他。输和赢你怎么选？我只知道，接下这个案子是我现在唯一的选择。你呀，哎，你根本就是自讨苦吃。到时候童卓瑶站在被告席的时候，你能狠下心吗？也许不用上庭，这种官司大多都是庭下和解的。那你还接他做什么呢？至少可以让通宇停工啊。罗娟欲言又止的，肯定知道很多事情。我也可以通过罗娟来了解事情的真相。真相？真相不是已经调查清楚了吗？那是因为卓瑶不追究，承认材料有问题。你的意思是，这事儿跟戴静杰有关？他没有否认，不过有可能是置气，也有可能是不想骗我。但是我还没有查到证据，能查到最好，如果查不到的话，至少这场官司可以牵制通宇停工。就算静姐想再生事的话，也无处下手。我不同意，这太冒险了。再说了，童卓瑶她是被告，她能不反抗吗？况且，你觉得这事儿真的跟戴静……真的人后不能说人是非啊！喜佳，你怎么知道住在这儿？打扰了，我是来帮忙的。怕你不答应，所以我在律所的联系簿上找到了你的地址。这个给你，这里有5年内所有的交通事故资料，我今天可是整理了1天。假公济私可不好啊。我是您的助理，我们要共进退嘛。谢谢你啊，喜佳。这样，东西呢我收下了，人我就不留了。我可是前途未卜，不能耽误你。你呢，还是留在正清好好工作吧。你就当是我找你学习的机会，你不要剥夺我想帮你的权利，好吗？你不会是来接我的吧？你来这儿干嘛？阮曼君答应给罗娟打官司，辞了职，
我这个忠心耿耿的助理不得跟着吗？啊，他还不知道，是我告诉罗娟，只有找阮文君打官司，才可以拿回钱。我跟你说了，别伤害他，离他远一点。对不起你的人是我，不是他。你心里不爽冲我来，你不开心冲我来，可以吗？你不是应该感谢我吗？阮曼君给他打官司，那就是跟童卓瑶对着干，不管输赢，他们最后都会伤得很惨，说不定获利的人会是你。他跟我说我们会重新开始。我再说一遍，阮曼君已经答应和我重新在一起，所以有没有你，我们还是会在一起。你明白这个道理吗？是吗？对。他愿意为了一个男人放弃自己的工作，那他对你有几分真心呢？不要忘了我们的赌注，我随时等你回来。嗯。他愿意为了一个男人放弃自己的工作，那他对你有几分真心呢？你这样只会让我更想逃避你。有什么急事吗？没有，推销掉了。不能用你的吗？都是你的，吃饭吧。他愿意为了一个男人放弃自己的工作，那他对你有几分真心呢？爱。我今天把你落在我公司的手机给弄坏了，所以我说了，过来赔你一个新的。我说了不要新的，要你的。当然可以。我的，陪你。行。需要我给你打吗？好。都是你的，我已经买新的了。那没事了。再见。罗娟那个官司所有的信息都发给我，想知道阮律师到底要干什么。马上。
在这儿，把字签上就好了。阮律师一定会替你讨回公道的。我当然做你的辩护律师，但是你必须信任我，把所有事情都告诉我，所有。哎。 就知道他会是这种态度。谢谢你，激动，再帮我找个时间吧。好，那先这样。我去趟罗娟那儿，再顺便看看工人的情况。你先回律所吧。我跟你一起去吧。就算程主任真的不介意，我也不能真的把你当免费助理啊。程主任已经答应我了，让我好好跟你学习。我要是学不好，回去怎么交代呀？好吧，走吧。你说，金娇在去世的前几天都在工地里搬运沙子，很晚才回去。我想知道，工程队一直都是这样吗？哎，手机哪儿去了？也就是出事前2天，说是额外给工钱，金娇就去了，他还一直嘀咕不要出事。 谁知道？他说会出什么事儿？我问了，他不说，还骂我白吃饭、瞎操心。那工人们都去了吗？没有，这种额外给钱的小活都不让别人知道。要不是他想挣那个钱，也不会。 所以这批材料是晚上偷运进来的。长本事了，现在厉害了。 我没去找你，你反而过来找我来了。可以，解释一下吧。罗娟拿了赔偿金，为什么还要上诉？给我个完美的解释。那得问您了，戴总。当初拿钱让我办事的时候，你可没说过会死人，更没说过死的会是我亲弟弟。 我真是对不起你亲弟弟，凭良心说。但是貌似拿着你弟弟的尸体去卖钱的人是你，不是我。这是第一。第二，如果这件事情继续往下查， 坐牢的人也一定会是你，不是我。听明白了？
500万。你只要再给我500万，我就让他老婆车死。我们拿了钱立马走人，这事儿就当没发生过。你值吗？行，那就等着一起完蛋吧。一起完蛋。金生，我非常负责任的告诉你，好像你没有证据。从一开始我给你的100万，你还是拿不出证据。别慌，先接电话。喂，说话。什么？他叫律师去工地干什么？让他们把嘴都给我闭上。回来。怎么了？回来，问你话呢。对不起，您拨打。车到了。能不能帮我劝劝那几个工人？我想问几个问题，不会出事。你也看到了，一提楼道的事，他们就说什么都不知道。我能说的就这些了。人死不能复生，我就想拿了赔偿金带孩子回家。我看也问不出什么了，咱们回去再想想办法吧。那你想到什么再给我打电话吧。好，好。走了。慢走啊。你是不是想钱想疯了？居然把律师领回来调查！我是疯了。你侄子不到5岁，金娇就死了，你还把所有赔偿金都拿走了，你让我们孤儿寡母怎么活？你想要钱就给我把嘴闭紧了！不管谁问，金娇就是楼塌了砸死的，其他的你什么也不知道。就是将自己盖的楼给砸死了！你给我听着！金娇是让姓童的给害死的，你只要咬定这一点，姓童的就得管你们一辈子。他们别想赔点要饭钱，就把咱们给打发了，听见没有？你怎么来了？我去律师事务所找过你，他们说你辞职了，还接了罗娟的案子。你是关心还是担心啊？我知道你一直都不相信我，我不想解释，也没必要解释。想查，没问题。如果需要的话，我可以每天陪着你调查。如果真的查到些什么，
报警，抓我。我比任何人都不希望是你。对不起，什么？我说，我比任何人都不希望是你。清河和同事已经商议合作了，我也希望查清楚。有结果，我第一时间通知你。看把你给急的，调查组的结果已经出来了，他阮文军还能找出什么东西来？那是因为你没有接我的电话，要不然我也不可能急着去找他。你不会真的跟这件事有关吧？我就放了几张照片，你至于这样吗？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我在帮你呀。童宇要是复工了，你怎么跟童卓瑶合作？随便，想干什么，随你便，随便。阮万军不能碰，我已经说清楚了。合同呢？没带合同，你过来找我干嘛？别急呀，这不现在有了点小小的变化吗？之前说好的如期的开工，但是现在你没有，因为这个官司你拖期了。那是不是我们的条件也应该重新的再调整一下？我已经答应过要给你50%了，你不要得寸进尺。还不够，不够。为了保证一下我的合法权益，我认为我的比例应该再高一点。那如果我不答应你，阮小姐，童总他，季东，公司现在的保安连个人都拦不住吗？你好，我是罗娟代理律师，有些情况要跟您了解一下。要是知道今天你会这么做，当初我就不该费尽全力帮你拿到这张纸，让你希望你能够今天在这里来对付我。希望你能给我一点时间。季东，叫保安把他们请出去。不必了，我跟他一起走，我送你。哦，还有，好好的考虑一下我刚刚跟你说的条件。如果下次你还想再见阮律师的话，我跟他一起过来见你，好吗？我送你，走。我送你。不用了，我要去调查罗娟的事情，你去不太方便。来了来了，
这是，小心。你怎么让他喝这么多酒啊？是他喝醉给我打的电话，好吧？再说了，喝点酒至于吗？早晚害死他。这嘴也太硬了。哎。就这样年复一年，痛苦和快乐都能将你打败，在没有人分担之前，对自己说晚安，中午醒来吃早餐，苦笑这一切早就习惯。我爱我拉过沟，静静的角落，没有任务课就交给你了，走了。你说你嘴硬有什么好处？经理来电话了，说话。人我已经安全送到家了，也按你的吩咐把通话记录都删了。任务圆满完成，有什么奖励吗？看在你这么好的完成任务的份上，送你果油体验券1张，还有免费进我们家 Life 馆的机会1次。再见。你说袁哲明不会告诉童卓瑶吧？他敢。不过倒是你，童卓瑶喝醉酒了之后给你打电话，说明他心里放不下你。你倒好，把这机会白白浪费了。不是你说的吗？他们都不值得相信。我这不是希望你命比我好点吗？我相信童卓瑶，我一定会让罗娟同意停下和解。把病情告诉曼君，你不去，我就去。我不会再喝醉了。你到底是怎么想的？事情已经发展到这个地步了，你还在坚持什么？曼君现在已经跟戴静杰在一起了，我亲眼看到他们俩在家门口拥抱。而且，现在一个明着要跟你打官司，一个暗地里要分你股份，你就继续瞒着，到最后啊，什么都没有。沐晨，不管我和曼君之间的关系会发展到什么程度，但是你始终是他朋友，你应该尊重他的选择。你可真大方你。你退出不会是因为想让他们两个在一起吧？是。我担心曼君，我想不出来谁能够替我好好的照顾她。可能静姐是唯一的选择。你疯了吧你？我已经想得很清楚了。只要静杰可以在我这儿得到满足，他以为曼君心里没有我，这样就可以。你想得美！你保证他们两个会按你想的去做？
你不觉得现在老天都在帮我？万军他接了卢娟的案子，正是可以和我划清界限的时候。如果你现在就告诉他，你就等于是害了我，同时也害了他。曼君姐，你之前说觉得罗娟说谎，是因为觉得金娇有问题，还是她没有跟我们说实话？她不应该没有拿到赔偿的。不会吧？事故刚发生的时候，我就听童卓瑶说过要赔偿的事情，而且合同也是我做的。如果他们根本就不想赔偿的话，也不会让我做什么合同了。不会是因为上次合同泄露的事，童总突然改变主意了吧？他不会那么做的，阮律师，这就是你的不对了。从我们学法的第一天开始，老师就告诉我们，一个律师的基本原则是帮助当事人维护自己的权利。该是他的，我一定会帮他争取的；不该是他的，我也绝对不会帮他争取1分的。阮曼君见了童卓瑶还是狠不下心。我现在担心他们不肯针锋相对。真是到了那一步，恐怕他们是身不由己了。就算是一日夫妻百日恩，到了大难，也会各自飞的。要想别人不相信他们徇私舞弊，看来他们得假戏真做了。阮律师是童少的前妻，真的假的？哎，你自己看，当时起诉离婚的法院传票都爆出来了，这还假不了？怪不得我觉得程主任怎么这么照顾他呢？合着他是童少的前妻。不想干的都收拾东西回家。我马上去发澄清公告。我要听你的解释。阮曼君之前做的事情，我都已经不计较了。他到底要干什么？我们童家到底欠他什么了？有什么深仇大恨？你想听我怎么解释给你听呢？您明知道被告是童氏集团，为什么还会接下这个官司？当事人知道你和童总的关系吗？面对你的前夫，你怎么保证做到公平公正？还是您接下这个官司有私下和童总联系过？喂，出事了，阮曼君被好多记者围在豆豆家楼下。童卓瑶，童卓瑶，你怎么向你的当事人交代？还是您接下这个官司有私下和童总沟通过？对不起，没有。童总，说两句吧。阮律师，他一直想约我见面，但是我还没有抽出空来。也就是说，阮律师是希望与您私下见面的。这有什么问题吗？他作为原告律师，他每一天拿着证件不厌其烦地去见一个他根本就不想见的情人，只是为了可以了解清楚案件的具体情况是什么。有什么不妥？丛总主说的非常不愿意见面是什么意思？你是担心阮律师会借此机会公报私仇吗？你是在质疑司法公正吗？当然不是，只是这场官司的人到底知情非浅，我们非常担心原告利益是否得到保障。我以我的职业道德起誓，公平正义，我一定会做到。我也相信阮律师的职业素养，可以让同事得到公平对待。我也希望在场的所有记者朋友可以为我见证。
现在他们两个呀，真是骑虎难下。再这么拖下去的话，同事一定大伤元气。到时候我们戴笠拿下同事啊，不会费一点力气。只有让佟周耀一无所有，他才会知道伤害洁白意味着什么结果。他才会知道，没有了洁白将意味着什么。 如果再不停下来，我只能把你的身份告诉卓瑶了。这孩子呀，糊涂。没有了孩子，是他一辈子的伤痛，那是多少个同事也换不来的。洁白不会真的告诉佟卓瑶吧？不要，你先敷衍他，我后天回去。 好。 开门！开门！是不是你做的？我明天再给你解释。我说了，不准碰他，你是没听懂吗？ 是我又怎么样？如果阮曼君是因为你出了什么事儿，我是一定不会让你好过的。求求你了，求求你。 说，什么时候的事情？去美国工作是假，陪洁白回国也是你的借口吧？啊？去美国是跟他一起，回来也是因为他。可我更想为洁白出口气，为什么洁白什么都没有？ 阮曼君什么都有，是凭什么戴静洁也喜欢阮曼君，对吧？对，我就是咽不下这口气。明明我才是最适合静洁的人，只有我跟他才知道，没有父母的孩子是怎么长大的。我们害怕拥有，我们一旦拥有又害怕失去，哪怕是小心翼翼呢。我不敢叫您爸爸。 那是因为我们没有资格。像我们这样的人，永远都没有退路。这点我跟静洁最清楚。都怪我，都怪我太自私了。怪命。我爱他。 可是我迟到了，我不甘心。你后天跟我回加拿大，有你照看着洁白，我心里也踏实。我不会走的。你必须回去。 你去吧。哎呀，这自己家锁什么门呐？他还不是为了防你，没想到还真派上用场。你可算回来了，你妈疯了。我就是被他逼疯的。我问你，
你把你和福妈的照片都藏到哪里去了？你怕阮万军看到难受，都收起来，是不是都扔了？你还找人把网上所有他以前的资料都删掉了，是不是你？你到底还想干嘛？我想干嘛？他阮万军不是要当公平正义的律师吗？好啊，我就让所有的人都来好好回忆回忆，他的公平正义是怎么害死人的。我要让他这辈子都当不成律师。如果您非要这么做的话，我现在立刻马上离开同事。我就知道你都是为了他。这些年，你一直都是心不甘情不愿的留下。我知道，要不是因为对你爸的死心中有愧，你早就撇下我不管。你一门心思要把通宇建成。你以为楼建好了，完成你爸的心愿了，你就算对他有交代，你就可以一走了之了。童卓阳，你太自私了。我累了，我现在就想自私一点的活着。好啊，我现在是没有用了，可我也不会等着你来抛弃我。这就去找你爸。姑妈，回来了。姑妈，姑妈，用不着您，用不了多久，我就会去见我爸了。不告诉您，就是怕您会这样。你还这么年轻，怎么会这样？我只是觉得对不起您。我要离开，是因为时间真的不够了。我必须要在我病情恶化之前，处理好所有的事情。妈，我不想有一天，我不记得您，不记得曼君了。我不想你们看到我难过。妈，我求你答应我，不要告诉曼君好吗？给我留下最后一点尊严，也成全我给他的自由，好吗？公平正义，我一定会做到。我也相信阮律师的职业素养，可以让同事得到公平对待。
我心都拿去，我和你哪来的太用力误入禁区？是让你发了疯，我发了疯，就快要掉了你出现我才能呼吸，想见你，时间判我无期徒刑。才能呼吸，想见你，时间判我无期徒刑。与我们才能呼吸，想见你，时间判我无期徒刑。Oh, everything， 我们 everything 的意义。我刚出差3天就出了这么大的事情。如果有人故意要这么做，谁也拦不住。你不会不清楚这其中的厉害。你跟卓瑶的关系曝光，这个案件的关注度自然就会跟着上升。如果你赢了，人家背后会说你利用这个机会向你的前夫公报私仇，即便成就了公平正义，那也是不讲情面的。输了，你就是暗度陈仓，出卖当事人。那个时候，就算你是公平正义的，又有哪个当事人愿意拿自己的利益做赌注啊？反正这一次是躲不过了。我去找和德的蒋主任谈一谈，让他找个律师把你换下来，你趁机下来。当事人那大不了赔点钱。如果我坚持呢？阮文军，你这律师是不想干了是吗？如果再给我次机会的话，我还是会这么选择。我只是想帮卓瑶，没想到事情会闹到这个地步。只可惜，事情永远都是到最后才能够看到真相。我想要看到曙光，所以这一次，我一定会坚持到最后。你走吧，离开同事，我和你爸都不会怪你。
你也可以带着阮曼君一起走，去任何你想去的地方，过你想过的生活，照顾好自己。我现在只求你能好好活着。罗军上诉的案子，我会尽快解决。他只不过想多要点钱而已。通宇工程也会马上复工，妈不用担心的。我是在担心你耶。戴静杰虎视眈眈，谁也不知道他会对通宇做些什么。搞垮同事也都算了，到时候你再……我特别不想在你最后清醒的时候，只记得这些。更何况，让戴静杰闹成这样，坚持建成通宇根本没有意义。其实我想要做的这一切，都是希望他有一天可以原谅您和父亲。我不需要他的原谅，只要你能过得好一点，哪怕他恨我一辈子，下辈子，我都愿意。但是你知道吗？父亲需要，我更希望母亲可以轻松地过完下半辈子。这可能是我能为爸爸妈妈做的最后一件事了。可以不要让我留下遗憾吗？妈妈煲的汤真好喝。喂，喜佳。罗娟应该看到了新闻，不肯接我电话，能不能帮我约一下他？最好现在约吧，我想当面跟他解释一下，顺便去下工地了解一下情况。辛苦你了。上车吧。阮曼君要去工地调查情况，他的事以后我不管了。想知道什么，你自己去问他吧。开车。我只是问几个问题，想了解一下情况。你们跟金家都一样，帮他不就帮你们自己吗？对不对？是前几天不干活在这闲聊什么呢？干活去！哎，你说前几天怎么了？你再说一下好吗？我什么都没说，没听见是吧？赶紧干活去！走，我送你去医院。我送你去医院。走。你先忙着点。喂，童总，阮阳杰好像受伤了。喂。喂，滕总，阮文军人呢？根本就不在家呀！阮小姐应该是去医院了吧？
在工地受伤了。工地？对，好像是询问工人事故原因，然后过程中发生拉扯了，就受伤了，然后被戴静杰带走了。行了，没事了。潮湿站台牵手情侣，这趟列车开往哪里？是不是温柔的风景，深藏在心底的秘密？是伤我和你去巴黎，一了百了奢侈的你，丢掉了甜蜜，爱着。如果在哪里不快乐，我一直在原地等着。又是谁浇灭了爱火，按了暂停的不是我。如果在哪里不快乐，我一直在原地等着。又是谁浇灭了爱火，按了暂停的不是我，还爱着。大家，喂，Daddy，对不起，我跟他的赌注还没有结束，我不能跟您走。既然要得到，就必须孤注一掷，不许失败。来吃药。为什么会去工地？路过。我早就知道你会这么说。吃药。你去哪儿？回来。你没听医生说让你在家里面静养1周吗？
你希望所有人都为你担心吗？嗯？我只知道，1周之后，我不知道该去哪儿找那个愿意开口的工人了。你能不能动动脑子？你现在去他能开口吗？如果他真做那事儿，难道不会收了钱就走人了吗？所以你才会来找我，所以给封口费的那个人是你找的。不吃了，走，我陪你去。你在哪儿？我要。厅长，我不管你用什么样的方法，不要再让阮曼君管这个事儿了，好吗？你最好考虑换个态度跟我说话。我现在很不开心。我到现在才知道你为什么不肯给我钱了。啊，那律师根本就是你找的，你压根儿就没想让我们赢。先生，我拿出500万来给你，你要做的事情就是赶紧让罗娟给我撤诉，然后去法院给我拿下那个裁定书，钱你就拿走，然后你们俩就给我滚蛋，滚得越远越好。听着，我没跟你开玩笑，之前换混凝土的事儿，还有现在打官司的事儿，说出去一个字，我就让你消失。很好。你不是说我没证据吗？现在证据就在这儿。你想要啊？给你啊。反正我已经上传到云端了。小子，戴老板的命金贵，我兄弟的命也金贵，加起来值1000万吧。你给我听好了，我只给你1周的时间，就1周。谢谢。怎么会弄成这样啊？早知道我就跟你一块儿去了，就不会这样了。没关系，小伤，克服一下就好了。这样，我明天陪你一块儿去，我去跟程主任请假，他肯定会同意的。好吧，谢谢他。也谢谢你。王五哥，想办法让罗娟撤诉。她想要什么样的赔偿我都给，多少我都给。你跟阮万军说了同样的话，什么意思？你去找过他。是又怎样？你不会告诉我，因为阮万军受伤了，你心疼了吧？不想让他查了？我告诉你，他不会领你的情。他亲口告诉我，
他要查清楚。我也不会去帮你做这个好人。我们的赌局还没有结束，我也不会让你赢。 听着，佳佳，我只说一次，童宇之所以会出事，是因为我找人画了混凝土，懂了吧？是我干的。 这里有100万，你答应撤诉，它就是你的。同事的赔偿金，你早就拿到了吧？连我都骗不了，你不可能赢了这场官司。是你跟我说，只要我找阮律师，就一定会赢的。即使你赢了这场官司，你也不可能拿到这么多钱。你不亏。 当然，我跟你说的这些话，你必须烂到肚子里，要不然这钱就会成为你所有诈骗的证据。怎么拿的，怎么还回来。这是你回家的票，好好过日子吧，重新开始，不要再跟这儿的人再联系。手机给我。怎么会这样呢？他说想回老家照顾孩子，所以他是为了孩子才要赔偿金的。我打给他。您好，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关机了。我去找他吧。哎，来不及了。 我去的时候，他已经买好火车票，现在车已经开了。童总，罗娟撤诉了。怎么会这样呢？是你对不对？是你让他撤诉的。既然我说什么你都不愿意相信我，你又何必来问我呢？ 童总的钱能使鬼推磨，就不怕有天养虎为患吗？季东，
这一次你真的是冤枉童总了。撤诉的消息是法院告诉我的，我也是刚刚才告诉他。刚才怎么不说呢？怪我了。喜佳，撤诉申请是你送到法院的吗？我这不担心你还生着病吗？懒得再跑一趟，反正早晚都要送过去啊。算了，人都走了，先忙吧。那我先走了。我送你吧。不用了，自己的路还是要自己走。对了，回去帮我转告他，没帮上的实在是抱歉，让他自己小心吧。录音里也有你的声音，我赌你不敢。我告诉你，戴静杰，你还有5天的时间，我要的钱1分也不能少。准备工作基本完成，随时可以复工。准备一下发布会，在现场正式的公布所有的质检报告，宣布通宇正式复工。要邀请记者吗？我要让所有人知道，通宇不会有任何的问题。我要借此机会彻底为同事正义。我现在唯一担心的就是，万一关注度太高，到时候我们工程资金的问题暴露，会不会被动？放心吧，戴静杰他一定会同意我们的合作的。戴英杰还是不接电话，联系他秘书说是在开会。要不咱们直接去集合？叶叔回来了吗？再给他一点考虑的机会，但是不能再给他漫天要价的机会了。账上为什么没缴？完成收购以后，剩余的钱我们都用在了刚才预付款上，而且第2批的融资款一直也没到账。说完了，出去歇歇。哎，叶叔叔，你好啊，静杰。为什么我还没有收到钱啊？我不管什么原因，我只给你3天。我说了，3天之内，如果你要再不到账的话，我就让你之前投的那3个亿瞬间变成灰。你威胁我？我是在给你机会。好，钱我可以给你，但是你要拿金河股份来给我换。阴险！
爹地，罗娟为什么撤诉？谁让他撤诉的？罗娟就是一条引线，而且现在事情已经闹大了，现在所有人都在盯着同事。他这一撤诉，你知不知道同卓窑的工程就能够顺利开工了？可是调查结果明明主楼就没有问题，而且罗娟已经拿到了赔偿。你再这么查下去的话，那只能给同事证明了。可是我没有时间了，失去了这次机会，你让我拿什么来对付同事？啊！我把你留在那儿，连这点事儿你都做不好啊！对不起，爹地，我想办法弥补。人生起伏，再正常不过了，何况你经历过比这更糟糕的状况，现在不是好好的站在我的面前吗？您不用安慰我。如果我的帮忙对他来说只是障碍的话，方吉阳，我知道了，程叔，谢谢你啊。卓瑶，开门！我家着火了吗？曼君家着火了，你自己看。这上面说是因为你跟曼君一起作伪证，所以罗娟才不起诉你们，而且还爆料说曼君曾经因为作伪证害死过人。怎么会这样？你继续看啊，更可气的还在后面。评论里的那些人不分青红皂白。你给我出来一点。曼君家楼下会有很多记者，等一下我在下一个路口把你放下。好，这个时候你被记者拍到也不好。任务就交给你了，你要帮我保护好他。放心吧。阮律师，对于您曾经做过伪证的事情，您怎么解释？阮律师，我想说，跟你的同事的关系，失去信任，换你的官司，这件事情真相到底是什么？不是这样，他是诬陷，他诽谤，我没有，我不。福叔。福叔，福叔，福叔！面对网友无聊律师指证，您准备做出怎样的回应？让你不好意思。谁啊？抱歉啊，各位，抱歉。哎，阮律师，你怎么走了？等一会儿他们都散了，我就带你离开这儿，暂时先不要住在这儿。他怎么样了？还好，你呢？你以为是我害的他，所以宁愿开不了车，找不着路，也不想让沐晨告诉我。我是不想面对拖累您的现实，我也不想在你面前承认自己的无能。我是你妈。所以我知道不可能是您做的，因为您比谁都清楚，福叔和曼君的事情，是我永远都想忘记的。那我去告诉曼君，妈知道你开不了口，我去求他，只要他答应留下来一直陪着你，我可以把整个同事都给他。妈，
同事是我留给您的，您永远都是童夫人。童宇是我留给静姐的，能不能好好的收下，全靠她自己了。最后那个没有我的世界，是我留给曼君的。没有我，她不会再受那么多伤害，不会再因为我而痛苦。这一切马上都过去了。儿子，好了，你怎么知道的？看着我，哎哎，来看着我，看着我。你怎么知道的？啊？你谁？你到底是干嘛的？你是谁？我只是听了公司同事的八卦，没想到大家这么好骗。他们要骂阮文君，我能管得住他们的嘴吗？我跟你说了很多次了，真的，你为什么就不肯放过他呢？为什么？你心里有什么不痛快，你能冲我来吗？冲我来，可以吗？你知道吗？你越是维护他，我越恨他。明天，明天去律师事务所辞职，然后滚蛋，滚回美国。听懂了吗？我是在帮你。怎么帮？怎么帮？说呀！我要是你，我巴不得把事情闹得更大。你不是要跟童卓合作吗？你大可以拿阮文君当做筹码，去多要点股份呀。你不得不承认吧，童卓是忘不了阮文君的。别再玩这套了，不会再利用他。怎么样？文君，你还是先吃点东西吧。拿安眠药做什么？小声一点。他再继续这样下去，就变成化石了。天大的事儿也要睡醒了再说吧。啊，拿着。安君，这是我给你熬的鸡汤，我可熬了一晚上，必须把它给喝完。
好样的，好样的。会不会放太多了呀？一会儿醒不来怎么办呀？请叫我林医生好不好？童总，啊，我现在在曼君这儿。要是他一觉醒来，一切只是一场噩梦该的话，行了，没事了，你早点休息。我突然间想出去走走，你在我家，等一下帮我把门锁上。我跟你一起吧。夫人让我陪着你，交代了要形影不离的跟着你。你呀，还真是童夫人的好秘书啊。夫人是因为担心你因为阮律师的事儿冲动，我呢，我只有看着你才踏实。我看着你不踏实，不要跟着我。阮律师，对于您曾经做过伪证的事情，您怎么解释？阮律师，网友说了跟你和同事的关系，失去信任，放下关系，这件事情真相到底是什么？我拿出500万来，你要做的事情就是赶紧让罗娟给我撤诉。喂，我警告过你，不要打公司的电话，你是不是当我放屁呢？我只是想提醒您一下，别忘了您该办的事儿，否则3天之后，所有的人都会听到这通录音。看好你的东西。童总现在连门都不会敲了。这是你想要的？3天之内把你丢垃圾都给我收拾干净了，然后拿着合同签好字盖好章过来找我。同事的一半就是你的。如果3天之内我在网上再看到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，我保证你什么都拿不到。宝贝儿，我下辈子可就靠你了。Daddy， 我只能想到这样的方法弥补了。不要为了自己那点小心思，抓住阮万军不放手。现在是要把所有人的视线转移到童家的项目上，绝不能让童家顺利开工。我知道了 ，Daddy。那个戴静杰现在在做什么？他，没什么，你不用担心我。我是怕你因为他而误事儿，一定要关注戴俊杰的一举一动。我不想因为他坏了我的计划。好。
我要在后天早上之前，把网上那些文章，还有评论，全删掉。你以为我删了那些东西，所有人就当什么都没发生吗？你那个阮半军也会没事是吗？剩下的不用你管，他会负责。他？谁呀？童卓瑶吗？戴静杰，你居然为了一个阮半军去跟童卓瑶讲和？废话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你，我很被动，我必须要跟他签这份合同，才能把那些抵押的股份变成现金，懂吗？你是说童卓瑶威胁你，他以为是你干的，对吗？童卓瑶也有这个时候啊！我告诉你，我不但不会删，我还要让所有人知道，这些都是童卓瑶发的。我说了，我是在帮你。现在开始是你的转机。我真是越来越不认识你了。日前爆出童氏总裁与前妻阮姓律师联手逼迫原告撤诉一案，又有了最新进展。据知情者爆料呢，撤诉一事并非两人联手，而是童氏总裁恼怒前妻，借官司之手公报私仇，因而爆出阮姓律师的前科。阮姓律师曾作证，冤死的陈福正是童家的故交。有人大胆推测，这根本就是童氏集团自导自演的一场闹剧，其真实目的在于掩盖事故真相。儿子，是叶家。我知道了，你放心吧。你答应我的事情还没有做好，能不能看一下眼下的状况？全世界都不看好通宇这座破楼，只有我唯一的投资人。你告诉我，除了我以外，还有谁愿意投？我要是你的话，就赶紧签了他，别再废话了，行吗？这么快就着急过来跟我分家了？你能不要再跟我提“家”这个字吗？我告诉你，这是我的底线。童总，把这个拿回去盖章，然后帮我去找一下程律师，让他出一份合同，把我手上现在所有中社的股份一次性打入通宇工程。如果接下来谁对工程动手脚，我就拿他可以得到的一切一起陪葬。明白了，我这就去办。这是你计划好的，对吧？你计划好了，一签了约，就拿我外公的股份来制约我，是吗？你若不动，我承诺你的所有的东西你都可以拿到。
如果你还是穿着那双鞋的话，我陪你一起毁了所有。